旅行者们大家好，西木兰卡正如其名 Simulanka 源自拉丁语的词汇 Simul 意为模拟，是一个由3位魔女以提瓦特作为现实基底模拟创造出来的虚构童话世界。与我们熟知的童话相同，他们以现实为蓝本构建出一个不尽相同的世界，而他想讲述的正是真善、真情、真美，永远都会是童话最强有力的内核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细细拆解品味这场如真似幻的童话之旅。最初的最初，西木兰卡源于安雅 ·M· 安德斯多特、巴比洛斯和爱丽丝的随心之举，各显所长，搭建一方小世界，用以见证共处的美好时光，并未寄托什么特殊期待。但随后 M 与巴比洛斯却在搭建的过程中出现分歧，巴比洛斯偏好万事皆可预知，因此为西木兰卡的众生划定了轨迹。M 则更欣赏未知的结局，相信总有一天西木兰卡的居民可以自主选择道路。为此，二人打赌，并各自于星轨王城和破碎之海树立起雕像。预言女神像为所有居民布施神谕，并额外赐予星轨王城的居民重回人生正轨的机会。命运女神像可以实现所有居民的愿望，只需要送出证明自己本心、勇气和理由的物品。一位贴心周护，为众生提供退路；一位放开约束，送上翱翔的羽翼。或许是出于好奇赌约，或许无意，爱丽丝也在四福森林的创世小屋留下了创造的魔法。这个世界由话语构成，谁都可能拥有神奇的法力。不仅如此， M 怜悯雪山杜林的身世，在西木兰卡创造了他的同构异位体积木杜林，期许他能拥有与悲伤现实不同的可能性，突破既有命运，与西木兰卡好好相处，守护西木兰卡。这一切的一切都为原本宁静祥和的纯粹童话注入了别样真实的韵味。西木兰卡的舞台与布景就此搭建完成。如果西木兰卡正如莫娜所说是真实世界水面的虚影，又是什么能在风吹来之前就在水中掀起涟漪呢？假如你将一本书摊开在一面镜子前，你就能在镜面中看到反转的文字。假如你将一本书放在2面正对着的镜子中间，书本与文字的影像就会在这无限的回廊中不断繁殖、传递、轮回。这样的复制发生的次数越多，散逸在空间中的光也就越多，直至一切模糊不清。之所以举出书本与镜子作为例子，是因为它们在原神中反复出现，本身就如同在镜中增值的意象那般而存在。比如千叶故事集、旅食者、玛丽安的镜中世界和留念镜。同时也是因为镜子与博尔赫斯的关联，而博尔赫斯是原神文案中的常客。小狼口中的小径分叉的花园，水仙十字中的环形废墟与魔法师，都来自博尔赫斯之笔。显然，没有原本的参照物，镜子本身无法创造任何图像。对于提瓦特而言，他应当也有着一个为了维持诸多世界的存续而存在着的原型世界，而一切提瓦特的生命与灵魂都能在那个原型世界中找到映射的根系，他们的真名或许就是找到这种联系的钥匙。此外，命运还会通过姓名锚定并关联人与事。基姆杜林是雪山杜林尚未袭击蒙德时诞生的，但仅仅因为安雅给他取了一样的名字，他在西木兰卡的遭遇同样也会被雪山杜林的命运所投射，即便他们从未相逢。相似的例子还有峡湾长歌记载的古英雄阿贾克斯与公子，都与距今结下不解之缘。魔神任务卡利贝尔中500年前的哈燕与法图赫和500年后的哈扬与福图赫拥有着同样的身份，站在同样的位置。所有故事都有结局，可一旦故事成为了现实，他就应当拥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。须弥的兰纳罗们把仍未遗忘的经历叫做记忆，而已经被消耗或是忘却的记忆叫做故事。故事一旦成为故事，就无法再更改。这些故事塑造了身处其中的人，这些人又塑造着他们所经历的事。当故事迈步走向现实，它便也走向了结局。正是前一个故事已然结束，新的故事才能开始。兰纳罗的歌如此唱道，从哭着出生的那一瞬开始，就一直在为了这一刻做准备。一个生命的泄落，正是为了孕育下一个生命。只有明白死亡的意义，才能领会生命的尊严。
自巴比洛斯搭建映射、构筑倒影、划定轨迹开始，命运就已经成为西木兰卡的终极母题。命运也同样是贯穿枫丹古今的关键词。然而究竟何为命运？这个问题对不同的人来说恐怕有着不同含义。于林峰王国，他是寻找能点亮圣物的王国守护者，是找不到未来就注定消逝。于雨歌堂，他是锻炼跳跃，选拔冠军，迎接公主。于仙鬼王城，它是固定的轨道，是写着向前的车轮就不可能后退。于叠架村，它是一成不变的宁静。究其根本，西木兰卡的命运是安雅 ·M· 安德斯多特笔下无数故事的总和。尽管被赋予了生命，居民们似乎依然很难脱离已经写好的设定和故事。对提瓦特来说，似乎也有这样一支无形笔，像书写既定事实一样书写着众生的命运。济水礼冠、日月前世和复盘歌卷称它为神圣的规划，雷穆利亚称它为法图纳，雷内称之为世界式黑马门尼。刀笔如风，落笔即石，无论用尽浑身解数对抗，却依然会被命运捕捉、扭曲，反成命运降临的推手。了解提瓦特世界观的旅行者们都知道，地脉会记录提瓦特所有人的一切情感、信念和记忆，并最终流向世界树整合汇编。1.1 版本活动未归的西星曾提到，命星拥有实体，并记录着主人的姓名、记忆、情感、意志和愿望。2.8 版本活动亘古的苍星中提到，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命星与轨迹，所有个人问题都可以通过星空解答。看起来就像是无形笔运用地脉中的信息编写了人物小传，估算行为准则，预测人生方向，再投向星空，如同操纵悬丝木偶一般操纵众生。这般流程其实与西木兰卡别无二致。持有神之眼的人，除了命星之外，还会拥有轨迹更加清晰、更加难以撼动的命之座。雷内在格式塔留下的纸条记载，获得神之眼是将自身卖给黑马门尼的行为。雷莫利亚的条律师笔记下提到，如果无力谱写乐章，那么个人意志越强，则愿望越强，更容易被法图纳捕获，法图纳的秩序越牢固。纳维莱特的个人故事也佐证了这一观点，只是我们至今仍未所知，神之眼回馈给众神的究竟是什么。命运如此宏大岿然，它将每个人的命星错综相连，编织成庞大网络。当雷穆斯着手谱写福波斯，他注定会因为沉湎于完美方案而自满失察。当波艾修斯被纳入福波斯，他的傲慢、自卑与仇恨也注定被写入其中，勾起其他雷穆利亚人的共鸣，污染和扭曲在福波斯中逐渐蔓延。当雷内为了躲避神之眼而切去自我人格，他注定会失去自我怀疑和修正的能力，陶醉于空洞的妄想，一步步迈向疯狂。当过往的一切记忆、情感和性格被世界树记录，个体的人生大方向就轻易得以预测，未来的众多可能性也就此被收束。当一个人失去了体察当下、规划未来的能力，那么个体意志越强，越容易成为命运的棋子。然而命运之笼难道真的就无法可解吗？ M 想要揭露的真实世界的内在逻辑，难道就是不要对抗命运吗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，因为我们曾经见证过福卡洛斯的成功，也见证了西木兰卡的居民跨越世界。诚然，命运的初衷是一种保护。莫娜说过，让命星顺应轨道，每个人就都能获得健康、幸福与安宁，脱离轨道就会遭遇厄运。但人类的本质终究不是甘于碌碌无为或是任由摆布的物种，生命总会蓬勃向上，直到突破蛋壳的那一天。更何况天理已然沉睡500年，仅靠命运给出的剧本早已无力支撑未来。初看西木兰卡命运女神的职能时，很是让人摸不着头脑。故事与愿望，不灭的爱与炽热的恨，死亡与希望，这些字眼如何与命运关联呢？先别急，等我们一同拆解完西木兰卡居民是如何突破命运的，就知道答案了。这里放一张图，是笔者梳理整个西木兰卡主线和支线的成果，给心急的旅行者先尝尝鲜。我们先一起回到开头提起的赌约。M 出于个人喜好，写的故事都没有给出结局。他写临风王国的公主需要等待王国守护者，
等待圣物被点亮，却没写谁是守护者。他写雨歌堂需要选拔最强者去迎接公主，却不写需要守护的公主是谁，又该如何守护。他写星轨王城因3大家族打败恶龙重获和平，遵循预言获得繁荣昌盛，却不写重新迎来和平之后的事。他写破碎之海有座矿山，写破碎之海是世界尽头，写冒险客抛下一切去探索，却不写这样的探索最终会指向哪里。他写基姆杜林与西姆兰卡降生，却没写和雪山杜林一样深受诅咒的他如何与居民相处，因为他知道真实的世界是永远没有结局的故事，自己终有寿数耗尽的一天，不可能一直编织下去。更何况西姆兰卡在爱丽丝手下已然有了生命与意识，所以也不需要他亲手写下结局，因而他只是留下雕像，心怀对每一位居民的祝福，平静离世。在他离世后，故事书却继续记录着西姆兰卡发生的一切。于是我们得知基姆杜林一直停留在 M 的书房，仰望星空，寻找 M 化身的那颗星星。基姆矿窟的工人也一直没有停下发掘的脚步，直到矿灯的光芒穿透书页，对母亲的思念和想要追寻母亲脚步的愿望，驱使着基姆杜林循着矿灯主动冲破了故事书。此时此刻的西姆兰卡，一个虚构的世界开始脱离写好的文稿，真正独立运转。基姆杜林不受命运约束的行动，当然也为西姆兰卡的居民带来了危机。直接后果就是基姆矿山被撕开成2半，矿工受困，林峰王国的圣地和试炼场被路过的基姆杜林踩踏，星轨王城的星星被摘走，叠架村的灯塔被撞倒。危机还远不止于此，埋在墨色酒馆地下的墨水瓶并没有被杜林踩到，却随着时间推移自然干涸，折纸动物开始褪色，星轨王城居民身上的赐福开始混乱，行动轨迹卡壳重复。这一切正是突破既有命运的代价。当文稿中没有写过的危机出现，西姆兰卡的居民也必须拥有独自面对的能力与勇气。事实上，即便预言女神已经给出了答案，也依然有居民心怀顾虑，对未知心怀恐惧，没有勇气脱离既定命运的保护。西姆兰卡的危机是提瓦特目前困境的缩影。突破命运最难的点，不在于找个敌人对抗，而在于每个人是否都有规划未来的愿望，是否心怀不可磨灭的前进动力，是否拥有顶住未知与困难继续向前的希望，是否能够面对牺牲与死亡的恐惧，也依然不削减勇气。尤其是当深渊再次降临之时，无神庇护的人类能否团结起来，克服黑暗，克服恐惧，克服混乱？其实是有机会的。提瓦特存在这样庞大的一群人，他们以向着星辰与深渊为口号，不断磨砺自身能力与意志，永不停下前进的脚步，无论何等危险之地都有他们的身影。就像志琼那样的冒险家有千万，不惜身陷险境测绘地图，即便个人能力有限，也愿意在力所能及之处贡献自己的努力与成果。西姆兰卡作为提瓦特的倒影，自然也有与冒险家对应的群体，那就是叠架村的冒险客们。或许是有意为之，M安排叠架村正对着世界尽头璀璨的星光和絮语岛的命运女神像，并且留下了传说。就像饥饿的人看到面包，被 M 赋予探索使命的居民日复一日面临诱惑，终究不会安于现状。他们乘着一条条小船，以基姆矿山作为检修站与出发地，早在基姆杜林撕开矿山之前，就踏上了远方的旅途。或许是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，破碎之海的居民远比星轨王城和赐福森林更早发现世界之外。他们也不纠结历史起源或是前人记载，只是护佑本心，心怀勇气地大幅向前。正是他们自己掌控了自己的命运，才带动了西姆兰卡也一并摆脱命运。当然，他们也需要一个洞悉一切的观测者，从旁观角度协助看清前路，这就是我们这群旅行者。最终，西姆兰卡顺利解决了危机。一如爱丽丝所说，西姆兰卡的命运似乎也能逆向影响提瓦特，这是否是在暗示提瓦特的未来呢？《小魔女与不熄灭的火》这本书暗示着每个世界都是一颗火种， M 写下的故事中也蕴含着那样的世界，并且能够成为照亮漆黑宇宙的永恒之火，永远的燃烧下去。而元火一词出现在纳维莱特例会评价中的名字希巴拉克之前，即随葬元火者。
有没有可能原火就是提瓦特本真世界中光芒的源头，而其他世界皆是火光映射的影子呢？当然，这样的猜想搭配上随葬原火者的头衔，会让人觉得提瓦特的根源之火已然熄灭，已然被埋葬，急需新的火焰使其重燃。新的疑问又要由此诞生：原火因何熄灭？又在何时熄灭？又该如何点燃呢？目前的信息不足以支撑我们继续这样的讨论，因此这也只能作为一种猜想。接续这个猜想的是一个更加天马行空的猜想，它来自于深邃敬礼者的掉落素材长按圆环的启发。在水仙十字任务中，雅各布以深邃敬礼者的形象登场，这就使得长按圆环与所谓法阵中的四象限有了关联的可能。圆环形状的法阵能够导引通往宇宙的门路，而世界树则与摩天相连，使得倒挂在树上的贤人探得了深渊的知识。我们或许可以认为，提瓦特就像长按圆环的外观所展示的那样，包含着4个互相连接映射的世界。世界树在这4个世界之中贯穿着蛋壳，连接着本真世界与影子世界，所有基础的元素都在这其中流淌。枫丹主线中，我们目睹了枫丹人被胎海水溶解，这是因为枫丹人原本就是纯水精灵，来自于原始胎海。原火的称谓伴随着纳维莱特的例会而出现，这与其原水的特质形成了一组类似的名词。至少我们可以暂时认为原火与原水存在着某种关联，代表着某种触及生命本质的事物。让我们回到博尔赫斯的环形废墟。这篇短小的故事讲述的内容是一个魔法师用了1001个夜晚，在梦中构造出了自己的学徒，一个影子。学徒走后，魔法师忧虑着这位年轻人的未来，因为影子是不会被火焰灼伤的。他的学徒要是发现了自己只是一个影子，该多么伤心啊！直到一场大火侵袭了魔法师所在的火神神殿，当心灰意冷的魔法师走向大火，他才发现火焰竟然不能伤及他分毫。原来他也是一个影子，一个他人创造出来的梦中人。环形废墟的引用在水仙十字任务中是完全贴合玛丽安与安的故事的。不仅如此，也对雷内与卡特有着巧妙的照应。但对于提瓦特人来说，所谓的原火或许完全无害，又或者能够指引他们找到灵魂真正的藏身之所。原火或许能烧毁真正的生命，但却无法触及影子。人类便是在对影子那样的对象性认知中，开始怀疑自身的存在，思考灵魂与不朽。人们期望自己能用语言和文字创造一个真实的世界，如此或许就能证明自身的真实。正如雷内所说，为了给黑暗世界希望，把自己化作光芒的人，在死后才被允许进入永恒的光之王国。为了承担世界上所有罪孽而死的人，难道他不值得被拯救吗？我们也可以说，创造了一整个现实王国的人，也一定在某个真实的世界有着自己的立足之处。在旁白与注脚的任务里，安德斯多特养的小猫一脚踩穿了他写下的3种世界蓝本，导致3种历史与命运重叠在一起，3大家族的故事因此全部成为真实。这似乎回应了之前提到的猜想，多个世界的命运交织缠绕，那些传说中的秘境和英雄或许就在我们的身边，和我们一同前进。只不过我们无法像在故事中那样轻易触碰到下一页的话语，好比旁白与注脚被文字的边界隔开，永远无法相交。所谓的轮回、既视感、跨越时间的巧合，可能只是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。3大家族的代言人奥比奇、波波拉诺、卡佩，这3人的英文首字母分别是 ABC， 这或许就是在告诉我们，他们的名字并不重要。而旅行者则被他们称为卡拉巴斯侯爵，这个名字出自法国童话作家夏尔佩洛的故事《穿靴子的猫》。一只聪明的猫被主人公的父亲作为遗产交给了他，而这只猫则帮助主人取得了名誉和财富，甚至成为了卡拉巴斯侯爵。因此这个任务特地将启凉凉留了下来，作为对穿靴子的猫的呼应，就像旅行者对应卡拉巴斯侯爵那样。真实世界的虚构和虚构世界的真实，相比之下哪个更真实呢？在这个任务的语境之下，它无疑指的是提瓦特的虚构与西木兰卡的真实。但是如果跳脱出游戏，将视野放大，提瓦特则成了虚构世界，与之对应的真实世界则是地球。这样想来，这似乎是一个关于何为真实的哲学问题。
只不过要是深入探讨下去，这个视频恐怕就没法结束了。我们在这里只需要稍稍思考一下，任何虚构都是基于真实的虚构。我们平常所挂在嘴边的真实和虚构，实际上本就都是现实的、生活的。正是虚构的故事驱使着真实的人们聚在一起，流下真实的泪水，绽放真实的笑容。在西木兰卡，旅行者同时身处在多个世界之中，作者的世界、玩家的世界、提瓦特的世界，以及本身明明包裹在提瓦特之中，却向着真实世界敞开的西木兰卡。对于同一个故事，作者面对的是创造的难题，读者要做的则是拆解与重构。但对于西木兰卡这样如此毫不掩饰地暗示着现实的王国，观众看到的反而是已经被诠释和祛魅了的故事设定、人物、整个世界的结构，没有什么未知或者危险，因为我们包括旅行者也知道这只不过是个剧本上的世界。作者和读者的位置被颠倒了，读者承担起了创造和建构的任务。我们当然会觉得自己并没有这样做的义务，但其实这也是一个对现代世界的隐喻。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理性所统治的世界，一切都理应被解释，也理应能被解释，不再有神秘或者含糊不清。但这种横扫一切的理性体系，反而将人置于迷茫和虚无之中。就像知晓了自己身处故事中后，历代公主和勇者以及作为旁白的探长堕入了迷茫和绝望。既然世界与命运的前方都如此确定，我们又如何保证自己不是故事中的人物呢？但是这种故事中依然存有着不确定性的希望。西木兰卡的一切场景和文本无时不刻不在提醒着观众，这是一个虚构的世界，但是借由虚构世界中角色的手来打破这扇窗户，反而使他们进入了一个更为真实的世界。这个世界不是指提瓦特世界，而是我们的世界。剧中人不会在演出时跳脱出表演的框架，但剧中的剧中人却能够通过剧中人之手进入2层之外的世界。所谓打破第4面墙，便是通过主动展示自己的虚构性，短暂地进入一个真实的世界。我们期待着通过自嘲，自我能够消解那种使自嘲得以诞生的讽刺性的根基，期望着用荒诞来对抗荒诞，这就是现代人的现实。不同于灰色现实中的曲意逢迎、伪善做作，童话世界依然呼唤着真心、真情、真诚、真理，呼唤着意识深处尚未蒙尘的柔软，呼唤着最本源的善与美，呼唤着重重迷雾中那一束照彻灵魂的光亮。愿所有旅行者都能寻得安心之所、栖息的港湾，洗去现实生活中的疲惫，获得宁静与平和。